观之道为实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有很多欧美人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，发现了东亚人的一项神奇的技能——蹲。你肯定会问，蹲谁不会呀？可是你知道吗？蹲也分好几种。通常西方人是这样蹲的，踮起脚尖，而亚洲人是这样的，双脚贴地。外国网友纷纷表示震撼，也尝试模仿同样的姿势，结果没几秒钟就摔倒在地上。站累了没地方坐时，很多人会蹲下来歇歇脚。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多都按照国人习惯保留蹲位。中国西北一些省市还有蹲着吃饭聊天的习惯，比如广为流传的陕西八大怪之一就是板凳不坐蹲起来。蹲是除了坐、卧、站之外另一种生活中常见的姿势，双腿双膝翻开，两脚完全着地，以臀部贴脚踝，这算是中国人蹲的基本动作要领。然而就这样一个寻常的姿势却难倒了不少西方人。美国新闻记者曾找来很多当地人尝试中国蹲的动作，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双脚着地的完全蹲下，只有踮起脚尖才能维持平衡。英文还有一个与我们所说中国蹲同样含义的词，叫泡菜蹲。美国在线词典城市词典解释称，据说90%的亚洲人都能做到的这个动作，且能在等公交、上厕所时长时间保持蹲姿，但只有不到5%的美国人可保持这种姿势，因此这一姿势也被称为亚洲蹲。为什么亚洲人能做到，大部分欧美人却做不到呢？专家表示，目前没有研究证实大部分欧美人蹲不下，能不能完全蹲下去跟很多因素有关，比如年龄、体型、骨质及韧带情况等，不能简单的以东西方人种差异而论。如真有这种现象，可能是因为很多欧美人块头较大，下蹲时不易挤压，再加上他们从小没有蹲的习惯，到了一定年龄就越发蹲不下了。另外，当人急速奔跑或情绪剧烈波动后，往往习惯做一个动作，它既不是躺也不是坐，而是蹲。医学研究发现，人们蹲的姿势与胎儿在子宫内的姿势非常相像，这是人类寻求舒适和庇护的本能姿势。专家认为，下蹲动作对大腿、小腿、腰腹等肌群都有锻炼作用，可以反映髋、膝、踝的灵活性和对称性。下蹲既能让我们身体放松，又能给予内心足够的安全感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对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。双腿是连接身体的大循环组织，通常被称为人的第二心脏。我们的两条腿上分布有人体50%的神经，50%的血管，流淌着50%的血液。如果你不想过早衰老，重视腿部的保健养生很重要。蹲能减少脂肪堆积，对大腿、小腿、腰腹等肌群都有锻炼作用，能增强人体的灵活性和对称性。正确的蹲姿对健康有很多促进作用，具体来说有以下5大好处。1. 有益心脏。人在下蹲的时候有利于气血流畅，心肺血流量相对充沛，可缓解动脉硬化，降低血脂。下蹲还能加大胸腔和肺的活动范围，改善心肺功能。2. 减少久坐伤害。久坐的人颈椎始终保持一个曲度，腿部也很累。久坐后做下蹲动作，可以放松肌肉，活动关节，促进下肢血液的流通，从而减少久坐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。3. 减肥瘦身。下蹲时由于挤压腹部，既促进了腹腔脏器周围的脂肪燃烧分解，也刺激了胃肠的食物消化，促进消化酶的分泌，是一种很好的减肥方式。4. 锻炼关节。下蹲可以增强腰、髋、膝和踝关节的活动范围，增强膝关节的灵活性，延缓关节的老化。5. 锻炼下肢肌肉。有针对性的做下蹲锻炼，可增强膝关节稳定性和下肢肌肉力量，进而促进速度、爆发力、耐力的提升，同时健美大腿和臀部。
专家还表示，下蹲锻炼时如果用错方法，同样有害。全蹲时，有些人习惯上身前倾，这会导致腰部承压过大，不仅伤害腰肌，腰椎也会受不了。从人体生理角度来说，蹲姿虽然有利于排便，但也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患有三高等慢性病的人会面临安全风险。猛蹲猛站是老人活动大忌，因为这会导致血压大幅波动，极易引发意外。老人若强求深蹲锻炼，还可能造成膝关节损伤，因为下蹲时膝盖弯曲，负荷增加，长时间或频繁蹲起会磨损膝盖，引起膝关节疼痛，甚至发展成骨性关节炎。其实，掌握了正确的蹲姿，不仅对身体大有益处，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平衡能力，促进消化和排便等。专家总结出最养生的几种蹲法，不妨对照做一做。1. 靠椅蹲，保护膝盖。练习者用自己的背部、腰底部依靠椅背，下蹲后保持不动，练习时间可以逐渐延长，以2到4分钟为宜，有保护膝关节的功效。2. 并腿蹲，防治胃病。双腿并拢，双手抱膝蹲下，大腿腿腹与小腿腿腹紧贴在一起，屁股尽量后蹲但不着地，腰、背、头尽量在一条直线上。吸气时闭嘴，呼气时略张嘴，保持1到3分钟。3. 分腿蹲，养好气色。两脚分开与肩同宽，两脚平行，双膝弯曲小于90度，臀部保持稳定，不要左右晃动，距离不要超过10厘米，练习时间为1到3分钟。4. 脚尖蹲，养护肾气。两脚前脚掌着地，脚后跟抬离地面，双膝弯曲，大腿压着小腿，时间控制在30秒到1分钟即可，避免坚持过久拉伤或抽筋。5. 脚跟蹲，温暖足底。与脚尖蹲正好相反，其脚跟着地，前脚掌悬空，如果太难把握，可以让脚底的后2/3部分接触地面，时间控制在30秒到1分钟即可。6. 弓步蹲，疏通气血。练习者迈出左脚，右脚脚尖触地，呈脚尖蹲状态，两腿呈弓步，将身体重量落到两脚之间，每练习30秒调换1次左右脚。中医认为，臀部是腿部6条经络的总开关，弓步蹲时会运用到臀部的肌肉，促进臀部血液循环流通。专家强调，无论采用哪种锻炼方式，都应考虑频率和强度，以防过度。中老年人、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尤其需要控制，比如年轻人1分钟能做30次下蹲，老人做8到10次即可。下蹲时不要强求动作，一定到位，量力而行。如果你在练习之初感到肌肉酸痛，这是由于运动使得肌肉中产生的乳酸等酸性物质在肌肉中积存，从而引起肌肉的酸痛。请不要放弃哦，等过一段时间，酸性疲劳物质排出体外，身体就会轻松了。学会蹲，下面这些动作要领也别忽略，蹲的正确能让对应的部位得到正确的锻炼。1. 开始姿势，要全身放松，两腿分开，略比肩宽或与肩同宽，自然的站立，同时脚尖的方向基本是倒8字形。2. 站起姿势，向上站起时，整个脚掌向下推压地面，直立站起，但你的腰部要始终保持笔直伸展的状态。3. 呼吸方法，下蹲时吸气，站起时呼气。4. 下蹲速度，下蹲的速度大致标准是5秒钟一次，不要勉强，以舒适为佳，不要太快哦。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，起身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，以免头晕站不稳。5. 锻炼次数，循序渐进，以1天做30次以上为宜，体弱的人要量力而行，逐步适应。下蹲5分钟等于步行1小时，可以说下蹲是一种既省时间又高效的运动了。如果你想维持健康或是消耗脂肪，最好能够坚持每天锻炼下蹲5到15分钟，每日1到3次。但是对于中老年人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，还是需要注意，量力而行，不要贪多哟。
把握频率和强度，适当锻炼才有益身体健康哟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